大家好，这里是非说不可第3期，我是袁飞。那么由于我们之前呢关于世界末日的传闻是特别的多，我们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觉得一旦真的世界末日呢，说什么也没用了，对吧？那么现在看来，这世界末日已经过去了。那么在这个新的世纪或者是重生的这个年代里边，我们这非说不可，是该说还得说。那么在第3期里面，我们为大家带来中国滑板2012年度的10大新闻的这个回顾和点评。这10大新闻呢，也是 KickClub.com 从今年国内上千篇的这个滑板圈的新闻当中精挑细选出来十个，就是比较经典也是比较重要的滑板圈内的一个重大的事件。那么排名不分先后，我们按照时间顺序一一为您道来。OK， 那么第一个新闻就是今年 Converse 呢为我们国内著名的职业选手，当然也是 Converse 旗下的职业滑手傅令超，来自深圳的傅令超呢是拍摄了一个3集的纪录片，叫《反向生活》，相信很多这个滑板的朋友都已经看过。怎么说呢？这也是在国内第一个以滑手的个人生活为主线和线索所拍摄的一个专门的纪录片，而且是分为了3部。这说明我们滑板的文化，或者说，我们的一些在从事滑板品牌经营的这些过程当中的一些商家，他们已经意识到要把滑板文化向那些不懂滑板的人去推广。为什么呢？因为懂滑板的人，其实你不需要跟他讲太多，懂得自然懂。但是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滑板，去喜欢滑板。我记得我是2000年在湖州比赛的时候第一次见到他，他那时候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很可以说是有点稚嫩的、很有锐气的优秀的滑手，转眼12年过去了，傅令超也已经为人父，也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父亲，但好像滑板在他生活当中依然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角色，甚至他也让他的小宝宝站在滑板上体验了他的这种滑板的感觉。我相信，那么傅令超在以后的岁月当中，依旧会以滑板为伴，继续他的滑板的道路。这第2个新闻说起来，我可真的是怎么说呢？打心眼里高兴。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我多年的滑板圈里的好朋友，相信大家也是对他耳熟能详的一个响当当的职业滑手车林，来自郑州的车林。那么在今年4月27号，也是与他相恋10年之久的女朋友是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大家都知道，车林在圈内一直是一个偶像派兼实力派的滑手。那么通常这种偶像派的这种明星呢，不管什么明星吧，他一结婚都是一个非常轰动的大事儿。那么车林的婚礼也不例外，圈内圈外，尤其滑板圈里面的这个老老少少、形形色色、各帮各派的这个代表人物，也都是悉数出席了车林的婚礼现场。相信他这个婚礼现场，在我们圈内的这个规模啊，应该也是怎么说呢？应该很难超越了，很难超越了。说起这个，我想起当年我03年我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包括车林在内，很多圈内的好朋友来到我的婚礼啊，有从很远地方过来的。当然，感觉就是我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是这个滑板圈里面最开心的人，在那天，因为很多我的好朋友因为我的婚礼来到了青岛，大家在婚礼的现场喝酒，第2天去滑板。那么同样。在时隔9年之后，我也来到车林的婚礼现场来参加他的婚礼。那么，让我觉得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非常快。那么总之呢，说了这么多，我在这里还是要祝福车林和他的太太在这个婚姻的道路上幸福美满。而且好像听说是，车林好像要在明年的6月份就要当爸爸了。这个可是一个。怎么说呢？一个非常让人高兴的事儿。在这里，我也希望这个车林的这个孩子在出生以后茁壮成长，没准儿也会成为滑板圈里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也说不定。第3段新闻，这个 Vans 的 Go Skateboarding Day 世界滑板日呢，也是风风火火的做了好几年了。首先我要对 Vans 表示衷心的感谢，是他们为中国的这个在滑板日这一天提供了，在很多地方提供了非常丰富多彩的这个活动也好，或者奖品也好。因为没有这些滑板品牌这些商家的这种资助和支持，
就不可能有这么好的活动，有这么多的礼品和奖品来提供给我们广大的滑手。那么同时呢，在今年 Vans 的这个滑板日也是增加了一个新的项目，就是全国奥利比赛，这个看谁跳得最高。最终呢是在北京产生了中国这个有记载以来的正式记录的一个高度是1米，是由一位香港的滑手创造的记录。在其他地方呢，我听说胡天佑应该是上海的胡天佑是跳过了95，这个郑州的车林是跳过了97，在青岛则是由来自日照的滑手，也是 Lady 滑板赞助的滑手之一孟岩，是成功的越过了95公分的高度。在这里，首先向这滑手表示祝贺，他们的越过的高度将会被记入中国滑板的史册。但是呢，我想说呢，这种比赛方式啊，多少还是有一点点这个不是特别的，怎么说？我认为不是特别的精确。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在这个跳高的时候，这个横杆都是有点弯度，包括这个现场的记录呢也不是特别的规范。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啊，可以把这些在今年滑板日当中跳的最高比较高的滑手，比如说超过90的、超过95的滑手，把他们在这个详细的这个登记一下，在明年的滑板日当中，你们把他邀请到同一个地方，正经八百的搞一个奥利跳高的比赛，正式的有记录、有视频、有照片，大家在同样的场地、同样的环境下所进行的一个跳高比赛。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跳高冠军，才是真正的中国奥利之王。第4个新闻呢，就是来自美国的耳机品牌极限耳机品牌 Skullcandy 也是经过了在深圳的过渡期，来到上海开设了办公室。大家都知道，上海是中国的商业中心，任何大的品牌要想在中国立足，就离不开上海这个城市。那么 Skullcandy 进驻上海，也标志着不光是 Skullcandy， 越来越多的这种国外的极限大牌，各种相关的产品的品牌也是注意到了中国的市场。我们也看到 Skullcandy 的办公室也是别出心裁的做成了一个这种 ramp 的这种形状，想必他们的员工可以在工作之余享受一下滑板带来的轻松和快乐。说了半天啊，我们也说过滑手，说过滑板的电影，也说过滑板的品牌，我们还漏了一个什么呢？没错，我们该说一说滑板的场地了。说起滑板场地呢，首先我们要说一下这个目前坐拥可以说中国史上最牛逼的滑板场、室内板场，北京的 Woodward。那么北京的 Woodward 呢，它也是来自于美国的一个先进的滑板营地的这样一个品牌。他们在今年的7月份也是正式开办了他们的滑板夏令营。我希望这种夏令营不光今年要办，明年要办，年年都要办。只有这种持之以恒不懈的推广，才会把一个运动逐渐的推向高峰。当然，推广这东西啊，光靠嘴皮子，像我这样光说不行，必须得有人去做实事儿，正经八百的做事儿，去努力，才会对这个运动有着更好的帮助。那么同时呢，在上海也有一个著名的滑板场地 Top Toys， 这个他们的主理人也都是我的好朋友啊，包括阿杰，包括小鸡，包括这个周伟，他们不但是滑板场的主理人，同时也是这个怎么说呢，实实在在的名正言顺的滑手，自己也非常喜欢滑板，玩的也非常不错，同时又经营这么一个场地。我认为在中国啊，没有比这个再好的，这个对滑手来说再好的工作了。那么他们在今年也是举办了很多这种比赛啊，高校巡回。那么他们最终还有一个总决赛叫 Top 牛逼啊，牛逼，我们就是牛逼的意思嘛。说实话，我认为这个活动真的是挺牛逼的。他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他们的努力，真正的做到了去推广滑板，去真正的把滑板带给很多一些年轻人。好了，所以呢，我希望啊，咱们中国的滑手一定要发自内心的去感谢、去支持这些为滑板运动做实事儿的人或者机构或者滑板店也好。正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在做实事儿的个人、机构、店铺，我们的滑板运动才得以一个比较快的速度，一个比较良性的这种循环去正常的发展。
第6个新闻啊，就是关于转会。在中国滑板也是，我想一想，大概也有，职业的这个道路也在中国也差不多走了有5-6年吧，6-7年这么长的时间。然后在今年呢，一个重磅的新闻就是之前效力于阿迪达斯滑板队的来自台湾的滑手阿迪是正式转会到了 DC。阿迪达斯呢，在刚刚来中国推广滑板市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动作的，包括办比赛 Skate High 办了3年，包括赞助很多优秀的滑手，也做了很多推广。但现在看来呢，似乎他在中国这种推广取得的效果并不是特别的这个尽如人意。现在这个当家滑手也已经转会，现有的滑手呢，我相信也会为自己以后的道路要考虑一下。怎么说呢？阿迪达斯毕竟是一个国际的大品牌，他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从商业的角度去出发。说白了，这个行业有前途、有利润、有钱赚，我们就做。那么一旦发现这个趋势不好，作为一个商家，他这个及时的趋利避害也是大家可以理解的，完全在情理之中。这个其实呢，真正的对滑板不离不弃的，这个永远不会放手的，恰恰是那些各地的一些比较老牌的滑板店铺。可能这店铺呢，他们的规模不一定很大，可能他们的产品也不是特别的丰富，但是我相信任何一家坚持了5年甚至10年以上的滑板店，他们的主理人首先肯定是一个滑手，其次他肯定对滑板有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不离不弃。只有这种心态，他才可能把这个东西一直的长久的做下去。我们从4月份一直说到了7月份了啊，现在我们来说一下8月份的事儿。这8月份的事儿其实跟我有很大的关系。在 Vans Dragon Skate 在西安站的比赛当中呢，我们第一天比赛结束之后，这个当地的警方不知道由于什么原因，是把包括我在内，包括这个冲浪中国2位工作人员在内，我们3个人是在派出所里扣押了，差不多从晚上9点到第2天下午2点，将近20个小时吧。这个最后我们是交了这个保释金，或者说所谓的罚款也好，才得以释放。那么这个事儿呢，在这儿我就不多说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 kickerclub.com 去搜一下这个《非说不可》的第2期，里面有对这个事件的详细经过的描述。由 Nike 为大家带来的 City Jam 滑板比赛，相信大家已经不陌生。去年成功的举行，1年当中办了很多的巡回赛和总决赛，在今年依然是这个经过了好几站的巡回赛之后，它的总决赛是在上海进行。这个比赛呢也是非常的精彩纷呈，很多的高手也是在比赛当中把自己的看家本领都用了出来。最终呢，来自台湾的，也是我们前面说过的啊，就是今年刚刚从阿迪达斯转会到 DC 的这个阿迪，来自台湾的阿迪卢洪成，在比赛中力压群雄夺得了冠军。不但获得了高达3万元的奖金，同时也给他的新东家 DC 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送了一个大礼。尽管在赛后呢可能有一点不愉快发生，但是我相信相比起这个整个滑板运动推广来说，我们还是希望很多事情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公平公正，任何运动都是如此，滑板也不例外。一口气说了8个新闻了，从4月份说到8月份，那么下一个就直接跳到了11月，也是关于我们国内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一个比赛，叫做 CX 中国极限赛。那么这个赛事在历经了12年的这种磨砺之后，在今年是把他们的主赛场、总决赛赛场定在了我们的国家体育馆鸟巢体育中心的内场。意味着什么呢？也意味着我们这个滑板的比赛也是跟我们的奥运会的比赛是使用了同一场馆。
也许我们这个比赛滑板比赛进入到国家体育馆里面，在很多的滑板人眼里面看来，这个无所谓，在哪儿办都一样。但我想说，这是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我们有人、有组织、有公司在把滑板这个运动是往这个更高的层次去推广。为什么美国现在有 Street League， 奖金就十几万，有那个 Money Cup， 而且很多滑板的职业选手都是不断的在主流的媒体上露面啊，或者说是做嘉宾也好。我认为这一切的这些活动啊，都是在把这个运动往更高的层次发展。如果这个运动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的话，就会有更多的媒体、更多的人去关注这个运动。所以我觉得，为了滑板运动的发展，大家每一个滑手都有责任和义务成为这个运动的代言人、形象代言人。你的一言一行都代表了别人眼里对这个运动的一些印象。不过在这个比赛的这几天当中呢，天气是不太好，正好赶上比较阴雨、比较阴冷，但是这个丝毫也没有阻挡我们滑手参赛的热情，也没有阻挡我们观众观看比赛的热情。而且这个比赛呢是通过了中央舞台体育频道进行了现场的直播和转播，这个也在中国的滑板比赛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当然我们不希望绝后啊，以后这种机会越多越好。在最后的这个总决赛当中啊 ，Best Trick 国际组比赛当中，那天可以说是风雪交加，场地里面也特别湿滑。严格的说，在这种天气条件下，我认为都不应该比赛了。但是我们的这个国内和国际的选手呢，似乎这个也是被比赛的气氛所感染，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依然是把他们的非常高难度的动作水平发挥了出来。我能记住的啊，包括这个 Manny Santiago 的这个 Very Hill Flip 下的一个 Triple Set， 包括李芷菁的尖翻，还有打杆的动作，包括这个来自捷克的那个滑手 Thomas， 对 Thomas， 他是在最后的比赛当中是力压 Manny Santiago， 之前的夺冠热门获得了冠军。他那段视频我也看过，真的是非常精彩。我觉得即使在良好的天气下，他也不见得能完成出这么一套动作来。是不是就是因为恶劣的天气才让别人发挥不正常，而他发挥超常了呢？好了，那么随着来自夏威夷的这种极限品牌的这个店铺 Blue Hawaii 蓝色夏威夷在12月正式进驻北京呢，我们也把话题带到了我们今年最后一个新闻，就是这个国内的滑板的店铺、国内滑板的网店，还有像 Blue Hawaii 这种来自于国外的这种实体店。同时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连年举办比赛的这个 WebSono 这个公司，今年也是涉足了极限这种产品的零售市场。可以看得出呢，目前在中国国内，我们的这个极限的这个产品的市场可以划分为3类。这个最早的这种最原创的、最本土的滑板店铺，每个地区基本上都有。那么后来又出现了网店，也就是说一些在网上进行滑板和产品销售的这种商家。现在也有更多的这种国外的这种大的品牌也是正式的进驻了中国，他们也要在中国的这种极限产品的市场里面要分一杯羹。那么这3个部分呢，我们想一想，他们在真正的在竞争当中，究竟谁会获得更大的优势？那么滑板店、本土板店，他们的优势就是在当地有着很长的时间，有着很深的沉淀，但通常呢，这种而且在这个滑手当中有着比较高的威望和这个权威性。但是大部分的这种店铺有一个特点，就是规模不大，而且相对来说这个经营的成本啊和这个资金也不是特别的高。可以说在现在这个商业环境下，有点举步维艰的意思。那么网店呢，占据着这个费用低，然后这个覆盖面广的这个特点。有很多网店在网上这个用非常低的价格来倾销滑板的产品，包括配件，包括服装。是从短期看，他们可能会因为价格的便宜，会赚得走更大的量去赚取一些利润。但是我认为这个不是对这个行业有帮助的一个推动。在中国的商业里面，我个人总结了一个词儿啊，不管哪个行哪个业，就是一哄而上，一哄而散。
一个东西好干了，有钱赚了，而且这个门槛比较低，就会一下有很多人开始做。那人一多一做，最后结局是什么呢？大家都不赚钱，恶性竞争，一哄而散，留下的就是一个烂摊子。那么对于这些国外的大的品牌，以这种正式的这种实体店铺进驻中国这个事情呢，我们首先想说，是因为中国滑板现在有市场了，发展的比以前好了，国外才会这些品牌才会进驻到这个中国来开拓中国市场，这是一个好事儿。但同时，他们的进入对我们国内的这种商家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如果我们国内的这种商家不这个与时俱进，眼光要与这个世界潮流同步，也很有可能被这些这种大的品牌、这种大的实体店、专卖店给吞并，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或者说就是把市场份额挤得特别小。那么在2012年，我看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们到明年13年的时候，再用1年的时间来观察一下，究竟是滑板店铺，还是滑板的实体店，还是网店，这3个商业模式哪一个会最终笑到最后？我们13年拭目以待。一口气说了国内的10大新闻啊，在节目的这期非说不可的尾声呢，我也是在这个圣诞节刚过，新年马上就要到来的辞旧迎新的时刻，我仅代表 Lady 滑板还有 KickerClub.com 向大家拜个早年。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非说不可的摄制组，大家也很辛苦啊，我们就叫他们一块儿来拜个年。来，这个摄像师给大家拜个年。哎，大家新年好，新年好啊！好，谢谢。这个，哎，灯光你也过来拜个年。哎，新年好，新年好，新年好。好了，那么还有这个监制也来吧，一块儿拜一个年吧。祝大家2013万事如意啊！哎呀，我们真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团队啊！这个摄制组还有这各种各样的人员，全部其实都是我们这个 Kicker Club 的站长管木来监制，开个玩笑啊。那么现在我们正式的邀请我们 KickerClub.com 的站长主理人管木登场。好，非常感谢大家在过去的2012年对 Kicker Club 的支持。2012年呢 ，Kicker Club 做了很大的改版，然后在2012年我们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内容，比如说 Kicker Peak 以及和袁飞一起合作的这个非说不可。也希望大家在2013年继续支持我们的非说不可，支持 Kicker Club。这个一块拜个年吧，祝大家手错了，对，祝大家这个新年快乐。万事如意，谢谢，新年快乐！继续支持，非说不可。为了辞旧迎新呢，我们 Lady 滑板也是特地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礼物，就是我们 Lady 刚刚出品的整版。这个整版呢，怎么说呢？无论从性能还是价格，都是非常的适合初学者使用。在此呢，只要大家关注 Lady 和 KickerClub.com 的官方微博，就有机会获得这份奖品，谢谢大家。